我是谁？我是你老婆呀。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糖。今天呢，距离雷电将军的正式上线只剩下1周的时间了。那么废话不多说，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下你需要给他准备的嫁妆吧，看看你是否能给雷电将军组成一个像样的队伍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成本。由于将军他的驻场时间只有7秒，是一个辅助带副 C 的位置，他是绝对不可能作为驻场主 C 来使用的，所以你必须要给他配一个具备驻场能力的 C 来作为第一成本，这个是很必要的。那么其实这里的可选择性非常广泛，只要是个 C 你都能往这儿放，但是我推荐你的驻场 C 尽量选择水火冰角色，原因很简单，将军的 E 技能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脱手技能 ，CD 10秒，持续时间25秒，是可以常驻吃满的。也就是说，只要你在打，这个 E 技能就在持续的给你挂雷。那么这么好用的一个脱手反应技能，你不用来打元素反应，未免也太奢侈了吧？所以综上所述呢，这里尽量不要去选择炎属性和雷属性的驻场 C， 因为不反应。但是我再补充一下。不是说炎和雷你不能带，你要是非要带它也行。反应这块你可以靠其他的辅助角色去打，前提是你的辅助它的输出期要能跟得上输出轮次，因为将军的 E 技能是常驻的呀，你别一轮技能甩完了，你辅助的 CD 还没转好，或者说充能还没有回满，那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尴尬的。所以说尽量去选择水火冰的驻场 C 啊，比如说可莉啊、优拉呀这种。这里把风属性单独拎出来再说一下啊，风属性的驻场 C 其实就萧一个。虽然对萧来说扩散反应低的可怜，但是由于萧极其的依赖大招，而将军又可以有效的改善充能问题，所以从理论角度出发，给萧带个将军也是完全可行的。毕竟玩过萧的人都懂，开不出来大招的萧，那就跟个超级兵差不太多。然后第二成本，这里我们的思路是尽量围绕着第一成本的角色去凑一个元素共鸣效果啊，比如说你的第一成本是可莉，那么这里你就可以带班尼特；如果是优拉，那就可以带个猫猫；如果是公子。公子啊，这个双水 buff 可凑可不凑啊。总之呢，就是尽量在这个位置把双属性 buff 先搞出来，先把主基调定下来。最后第三成本角色，由于第一成本和雷电将军的存在，所以我们这个队伍是绝对不缺 C 的。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就需要挑一些好用的辅助来带上了，可选择性会非常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温迪、钟离、行秋、万叶这4大金刚你都可以带。或者没有奶妈的话，你也可以带个奶妈，甚至带个北斗或者皇女，你再凑个双雷也是可以的嘛。总之呢，雷电将军的配对会非常的灵活，它完全取决于你的驻场主 C 是谁。当这个确定下来以后，你的配对主基调就确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雷电将军的武器嫁妆，5星武器可供选择的只有剃刀跟薄荷，除此以外的5星武器都不推荐，因为这个角色极度的依赖充能，充能给他的收益才是最大的，其他属性在他面前不值一提。而4星武器里面只有一把武器可以带，那就是下个版本在钓鱼协会那里兑换的鱼叉。除此以外的4星武器在鱼叉面前都是垃圾。不是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这就是之前我为什么说西风长枪呵呵的原因。有白送的满精鱼叉还带什么西风长枪呀？46%的充能再加上32%的元素爆发伤害，这不比西风长枪香多了？重点是人家白送呀，满精呀。好了，那么关于雷电将军的培养成本就是这么个情况了。总体上来说，成本很低，有一个驻场 C， 基本上队伍就确定下来了。武器这边的话，也有白送的满精鱼叉来兜底，是一个很好养活的角色。那么最后呢，就祝各位点赞、投币、收藏的小伙伴们7天之后单抽出闪，一发入魂，直接带着老婆回家。なんで会長は見舞いに来てくれないのかしら。私が倒れたとなれば、何を置いても看病に駆けつけるべきなんじゃ。まあ選挙の後片付けが。私を生徒会に入れるつもりはないんじゃ。